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手股市真心分享家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今天是2024年的2月1号，美联储的会议呢，在昨天的1月31号的时候呢，已经结束了。他们也释出了最新的降息消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篇的报道。首先，我们先看美国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那美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这个数据呢，是在2024年的1月25号的时候呢，公布最新的一个资料。那这个资料显示，在2023年第4季度的时候呢，GDP 的季增长是 3.3%， 那年增率的话呢，则是来到了 3.1%。那季增率呢，已经有连续6季都是正值的，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呢，已经完全脱离了疫情的影响，而且呢，高利率似乎也没有造成经济衰退的一个情况。GDP 这个数据呢，显示出来美国的经济呢，现在依旧是十分的火热。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指数 Core PCE。那 Core PCE 是美联储最关注的一个通膨指数，它是扣除了能源以及食物的一个指数。那这个数据的话呢，是在2024年的1月26号。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从上个月的 3.2% 降到了这个月的 2.9%。那这个数据呢，比预期的 3.0% 多下降了 0.1%。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可以发现到，美国的通膨呢，它下降的预期啊，是超乎大家的一个想象。那就连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呢，他也表示，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啊，民众对于美国通膨的预期啊，已经来到了历史的最低点。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就说，所以呢，他认为啊，美国人应该已经非常的确信啊，通膨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这些利好的数据呢，在2024年的1月31号，美联储的会议结束之后呢，他们竟然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哦。那2024年的1月31号 ，FOMC 的会议记录就显示啊，美联储的委员会认为啊，在我们对于通膨能稳定回到2%的目标上有更多的信心之前啊，他们认为现在降息依旧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也就表示说呢，美联储他们认为现在1月31号不适合降息之外呢，3月份要降息的几率啊也没有这么的大哦。所以我们从这个会议记录当中呢，我发现了几个重点哦。那第一个观点就是美联储的委员认为啊，现在降息啊还是为时过早。那第二个观点就是啊，在这个会议记录当中啊，完全没有提到升息的意图哦。那我们来看 FOMC 会后的一个记者会，那鲍威尔有表达什么样的态度？那鲍威尔就表示啊，他根本就没有宣布胜利的一个状况哦。他强调说啊，他现在需要看到更多的数据啊，来证实通膨下降的趋势啊是持续的下去。他就说呢，我认为委员会在3月的会议之前啊，不太可能达到一定程度的信心，也就是说呢，他认为3月份应该是不太可能会降息啊。那鲍威尔又重复了这些话呢，并且反驳了现在市场上普遍的预期，那就是啊，今年会降息5到6次的这个预期啊。他表示啊，如果适合的话呢，他准备在更长的时间内啊，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目前的目标范围区间哦。也就是说啊，鲍威尔表示说，现在其实啊，利率啊还是非常的不错，就是没有到非常的高，它还是可以持续的保持在这个高利率的环境之下呢。然后美国的通膨可以持续的下降，而且经济呢也没有发生衰退哦。所以这就像 Kevin 之前所提到的，升息呢它是为了要压制通膨，但是呢降息的诱因啊绝对不是因为通膨已经下降了，所以呢他们要开始降息。降息的用意呢，往往都是为了要防止经济衰退。所以说呢，如果美国的 GDP 呢持续的火热、持续的上涨的话呢，那美联储就没有必要这么快的去进行降息，因为降息呢其实就是一种刺激经济的一个手段，就是他们手上的一个王牌啦。所以呢，如果你经济还是这么的火热，那我就不用把王牌打出去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鲍威尔他在会后记者会呢有讲了什么话。The committee does not expect that it will be appropriate to reduce the target range until it has gained greater confidence that inflation is moving sustainably toward 2%. 那在这个会后记者会之后呢，也就是2024年的2月1号，也就是我拍片的当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啊，他们对降息的预期啊就大幅的下降。你可以看到这边预期在2024年的3月20号，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5% 的几率啊，高达了 63.5%。那有几乎超过60%的几率呢，在3月份的时候呢是不会降息的哦。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3月份没有降息的话呢，现在市场预期啊，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降息的几率就高达了 95%， 而且呢，它一次降息的幅度啊，可能会高达 0.5% 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美债券 ETF 的规模以及热门推荐的部分。那在介绍这个表格之前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载数据的部分。那我这些表格的话呢，是自2023年的12月份的话呢，就开始开放各位观众呢可以免填资料直接下载。那我发现这些表格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下载次数。美债券 ETF 的绩效表格的话呢，在1个多月的时间呢，就已经下载了4723次哦。那美债券 ETF 的规模表格也有2500多次的下载。那我可以看到大家真的是非常踊跃的下载，那就表示说呢 Kevin 做这些表格呢，大家真的非常的喜欢。那今年2024年1月份的表格我也有制作出来，那大家可以继续往下看哦。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2024年1月份的美债券 ETF 的规模榜。首先呢，最上面的部分的话呢，都是属于美国公债的部分，那下面的部分的话呢，都是属于债券的 ETF。那美国公债 ETF 的话呢，有17档，那有长期的到短期的都有。那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资产规模的部分。那资产规模的部分呢，在1月份的话呢，最大的就是元大的美债20年期的 ETF。那第二名的话呢，就是国泰的20年期的美债 ETF。那第三名就是富邦的美债20年期的 ETF。那这几档 ETF 的话呢，他们相对于12月份的他们的一个规模的表现来看的话呢，他们都是有上涨的一个趋势。那月增率最多的就是国泰的20年期的美债 ETF 00687B 的部分。那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在2023年的年中到年底之间成立的。那它目前的资产规模呢，也有来到了200多亿台币哦，也算是蛮不错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数的部分。那受益人数的部分最夯的就是元大的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受益人数来到了253472人，非常的多。那第二名就是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也有来到14万人的一个受益人数。那这两档 ETF 他们的受益人数的月增率都超过了1万人哦，所以说呢，这两档 ETF 真的是非常的夯。那第三名的部分的话呢，竟然不是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刚新上市、刚挂牌的这种美债 ETF， 它应该受益人数都会持续的上升。但是这档 ETF 的话呢，它其他受益人数已经有慢慢停滞的一个状况。那它的月增率的部分的话呢，只来到了1100多人哦。那第三名呢，其实就是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的月增率的话呢，则是来到了1300多人的部分。那我们从受益人数的月增率当中，我发现了一个状况，那就是呢，只要是属于长期的美债 ETF， 他们受益人数基本上都是属于上升的状况。那受益人数有下降的，都是属于一些短中期的美债 ETF。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投资美国公债 ETF 的投资人他们基本上应该都是想要去赚取债券的价差，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债券 ETF 呢，都是属于长天期的债券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债券 ETF 的部分。那这债券 ETF 的部分的话呢，是包含了公司债券、金融债券以及一些产业债券的部分。那资产规模的部分的话呢，前三大的 ETF 分别是00751B 的元大 AAA 至 A 级公司债券 ETF， 第二名的部分的话呢，则是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那第三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那这三档 ETF 的话呢，他们的资产规模都已经破1000亿了，是非常的大。那有另外两档 ETF， 分别是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以及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券 ETF。 这两档 ETF 的部分的话呢，都是属于新挂牌上市的 ETF 哦。这两档 ETF 虽然他们都是属于新挂牌上市的 ETF， 但是呢，他们的资产规模呢，也分别来到了500多亿跟300多亿的部分，也是上升的非常的快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数的部分。那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呢，最多的一档 ETF 竟然是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受益人数已经来到了15万人以上咯。那这个受益人数的话呢，它相对于其他的像是美国公债 ETF 以及债券 ETF 来讲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第二名的地方了。第一名的话呢，就是元大的美债20年期的 ETF 嘛，它的受益人数是25万，但是这一档刚挂牌上市的00937B，它不到2个月的时间呢，它的受益人数已经来到了15万，已经来到了第二名，真的是非常的夯哦。
那它受益人数的月增率部分的话呢，也是来到了46000多人哦。好，那受益人数月增率第二多的就是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券 ETF， 它的受益人数的话呢，也是接近1万人，是9959人。那第3名的部分的话呢，则是元大的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00720B， 它的受益人数的话呢，则是6379人。那如果是第4名的话呢，是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那第5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券 ETF。那你有没有发现到受益人数增加数最多的前5档 ETF 当中呢，就有3档 ETF 呢，它是属于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那有1档 ETF 的话呢，它是属于金融债券 ETF。那只有1档 ETF 它是属于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大家如果要投资债券 ETF 的话呢，他们是比较是倾向于去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哦。那 Kevin 觉得会有这种状况，是因为大家去投资那种一般的债券 ETF 的话呢，它是希望可以领债券的利息，又可以赚价差。那既然要领债券的利息的话呢，那选择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它的利息往往会配得比较高哦，所以说呢，大家才会比较喜欢去选择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美债券 ETF 1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殖利率的排名的部分。那也是一样，上面的部分的话呢是属于美国公债，那下面的部分的话呢只是属于一般的债券的部分。那我们先看市价的部分，那美国公债 ETF 它们的价格基本上都是30块钱到50块钱之间，那只有1档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 ETF 它的市价的部分的话呢是14块钱左右。那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属于2022年的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最低的就是00779B 跟00795B 这2档 ETF。那存续期间的部分的话呢，长天期的美债 ETF 它们平均存续期间都有16年到17年左右。那如果你要做债券的价差，那你选择这种长天期的美债 ETF 是蛮不错的。那我们看一下近世纪的现金配息以及殖利率的表现的部分。那殖利率表现的部分最佳的就是 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的殖利率的话呢是来到了 5.1%。那第2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殖利率的话呢也有来到 5% 左右。那受益人数最多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00679B， 它在殖利率的表现的部分的话呢，竟然只有 4%， 难怪它最近的话呢，有被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给赶超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2024年1月份的月含息绩效的部分。那绩效表现最佳的都是属于短中期的美债 ETF。那如果是属于长天期的美债 ETF 的话呢，它的绩效表现的话呢，都是属于-3%到-10%左右。那主要就是因为在2023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的 GDP 的数据非常的亮眼，那大家就认为2024年美联储他们降息的幅度应该会缩小，因为经济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降息的幅度就不用这么的大，这就导致了债券的价格有一个回调的状况。所以说呢，这种长天期的美债券 ETF 他们受到的影响就是非常的明显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债券 ETF 的部分。那市价的部分我也是一样放在旁边这一边。那内扣费用最低的就是00777B 的凯基 AA 至 A 级公司债券 ETF， 它只有 0.25%。那第2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券 ETF， 以及 00746B 的富邦 A 级公司债券 ETF。好，那他们的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 0.26%。那存续期间的部分的话呢，我也放在下面这一边。如果大家想要做债券的价差的话呢，可以去参考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金配息以及殖利率的表现的部分。那我这边要先点出有4档 ETF 呢，它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分别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券的部分，以及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券的部分，还有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以及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那我们刚刚在美债券 ETF 1月份的规模以及热门榜当中，我们有发现2档 ETF， 分别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以及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券 ETF， 他们受益人数的月增率都是增加的非常的多。那就主要就是因为这2档 ETF， 他们也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近世纪的殖利率表现。那近世纪殖利率表现最佳的就是 00788B 的
元大10年 IG 电能债的部分，它的殖利率表现是来到了 5.8%。那第二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0074EB 的富邦全球非头等债的部分，它的殖利率则是来到了 5.7% 的部分哦。好，最后呢，我们就来看月含息绩效的表现。那月含息的绩效表现的话呢，这些公司债券 ETF、金融债券 ETF 以及产业债券 ETF， 它们的差异的话呢，其实没有非常的明显，基本上就是在正2%到负2%之间去徘徊，那没有拉出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哦。好，那关于以上这些表格呢，我都会将它们的资讯呢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的学习投资理财，也觉得 Kevin 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不错的话呢，可以在下方免费直接下载，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Q&A 的时间。2024年1月份，美债以及债券 ETF 的价格呢都持续的下跌。那你的买卖的策略是什么呢？ A. 持续买，然后等美联储降息。B. 先等开始降息的时候呢，再持续的买进。C. 其他的策略，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珍惜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带走。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现在这些数据呢显示出来，美国的 GDP 呢，现在这些数据呢显示出来，美国的经济，现在这些GDP 这个数。